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常州近邻景宏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徐老师先挂的铃，肯定要第一个啊，那非常牛，聪明，最热乎乎的。请徐小红准备出餐。开始抖了，手开始抖了。加快速度，争取第2个完成。太好了。又要冷了，吃完这个菜已经都冰凉了，变凉菜了。这个到前面肯定冷了。对啊，而且人家那个先上了。哇塞！全部起立，来。来，请品鉴。哦，谢谢徐老师。给潘帅大一点。对，这个最多。哎呦，谢谢。来，最多。哎，感谢徐老师的用心，谢谢。我的这款菜叫蒜蓉焗蛏子。跟这一喝头把大家吃饱了，后面不吃不动了。他这个砂锅的这个还是挺聪明的。竹蛏是脆嫩的、鲜甜的，但是呢，粉丝呢又是软烂的，又是入味的，更让它用砂锅的形式，温度也表达得很好。鲜嫩甜，第一口吃的时候，我还可以吃到那个锅气，我觉得还蛮厉害的。都采取减风啊，减风。哇，很弹牙啊。有的蒜还是生的。请6位评委进行评分。评分已经结束。徐笑红老师，您最终的平均分是凭口味了8.85分。就一口咬进去就很弹牙、脆鲜，我觉得达到了它的本味，它的鲜美。蛏子本身的鲜甜突出出来了，唯一有一点点那个蒜可能没有那么熟啊，它可能稍微时间还要再长一点点。有可能蒜蓉是用那个粉碎机打的，它打了不够均匀，就是大大小小。所以说呢，有可能在炒的时候生熟度不一样。好，谢谢老师。请秦卓南进行出餐。急呀！我的天，等待的过程当中坏了，丝瓜时间长又吐水了，蒜蓉酱都已经冰起来了。哇，这个是乌龙，这是一个比较清雅的口味。我用低温的芙蓉给它制作在一起，是为了让这个竹蛏的口感更加的丝滑。应该用蛋白做的。
我觉得它这芙蓉做的很好，就是对，颜色鸡白，口感呢非常的滑嫩。炒的时候呢，它本身的那个生熟度能够控制得很平衡，它完全把那个竹荪都开边了、开薄了，它薄厚度是一致的啊，那个口感就会更加好了。经6位评委进行评分。你喜欢哪一个啊？有点难。他们纠结了，开始纠结了，打分纠结了。潘帅纠结了，这个分有不太好打。点难呢。我跟马迪纠结的点是它的味道是不是淡了一点，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口感是不是比较一致。因为它的芙蓉有一点点咸了，它的咸盖过了蛏子本身的味道，就这样吧。经过评委团的打分，秦卓南老师，您最终的评分是8.75分。这个出品卖相就很吸引人，想法和设计都很好，整道菜也是很鲜甜，相对清淡了一点。一点建议就是，可以味道再稍微重一点点，咸的味道重一点，你的鲜味又会自然的再提起来了。美中不足，你没用热水冲过它这个蛋白呢，尝到后面就稍咸，那个油腻感就重了一点。这能吃出来吗？对呀，这太牛了，很专业，他说的。那可能就是有油味比较重了。哦，哇，他好厉害！很能讲，他很厉害。他讲的厉害，很厉害，都能点上。好，谢谢老师。又要冷了。我一开始想到的是蒸好直接能上是最好的，等待的过程当中，蒜蓉酱都已经冰起来了，一热胜三鲜，菜一冷了，很多的问题就来了。酒呢？哪里有酒啊？它需要火在客人面前加热，把它的融化掉。请于宗义出餐。不好意思，因为蛏子它不能保温，所以我需要现场给它再加热一下。哦，哎，舍不得 ，sorry， 想给我喝点，懂了，紧张了，紧张了。哎，然后给它加个热啊。还有盐和火焰，有想法哦。正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咸，所以刚好用这样的一个玫瑰盐给它一个加热，有点烈火重生的意思啊。把传统的蒜蓉丝瓜蒸蛏子黄重新的进行了一个设计。这个设计是非常有想法的，放在这样一个瓜的容器当中，是挺有仪式感的一道菜。这个菜的出品还是很有创意。蛏子处理都非常好，然后也很脆嫩。这个粉丝呢，有一点可有可无的感觉，真的是淡了一点点，平。品尝完毕，请为这道菜进行评分。评分已经结束。于宗义老师，您最终的平均分是？我其实是期待于师傅的。我觉得徐小红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底子还挺扎实的。我看好的，秦卓南技术很全面。8点
6分。谢谢老师。第一口吃的时候，哎，鲜咸甜都有；再吃一口的时候，哎呦，怎么还有油了？就是开始会稍微的油感就很重。而且丝瓜这种东西放时间长了，它又有盐，它会杀出水，而且粉丝泡的时间过长也会软。它持续受热的时候，它本身的口感也会降低。卖相的菜品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丝瓜呢，它基本上是你不会吃的，因为它还不软，在这一类创意呢是欠缺考虑的。好，谢谢老师。所以本轮无缘厨王争夺战的选手是于宗义。很无奈的，没办法。非常遗憾呀，我等了20几分钟，确实它是一个，那你就要接受，因为赛制是就是这样子公平的，那你就接受这样子的一个20分钟的一个等待。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节目，这一次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相信。眼圈红了，很棒了，他很棒了，他很棒了，走到这里很厉害了，素厨非常厉害。是谁选了我？太有眼光了！大家好，我叫江湖食人鱼，不要小看我，秒杀！第一次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些烹饪经验在这个舞台展现出来。看你这个手背上是个金色的徽章啊，所以大家对你很期待啊，很认可啊。一定不负所望。手不抖，手不抖，淡定，不要抖。抖呀，人家不抖吗？他为什么会抖呢？你说为什么抖呢？都做好了，哎。大黄鱼是我们在处理上最花时间的材料，但是好像没有经验丰富的中餐老师傅。江湖食人鱼，就他整个过程在不断的去处理那个鱼，然后没有任何怨言，觉得非常的敬佩。那谁叫我是食人鱼呢？只有食人鱼才能把这些鱼给干掉。哇，好香！吃完那个饭之后，再喝一口那鱼汤的时候是啪，一直在惊喜我。同时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前辈和新生代。啊，我都说了，跟在你后面就对了。菜要做好，发型也给它搞好。正是因为团队赛，让大家情感的链接更深了。就剩我一个人了。00后说：“哥，你是全村的希望在你身上。”江湖食人鱼，他的名字是于宗义。在这里面收获了不少，学习了不少，也非常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在这么多场给我的一些点评和支持和鼓励，越战越勇，谢谢。于宗义老师他一直都是一个不怕挑战的人，他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作为一个素厨，能够走到3强是非常不容易的。前三强啊，很棒。谢谢。我稍后找您合影。看到你们一路过关斩将走到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比赛完了最想干嘛？趁热打铁，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再开一家分店。哦，那你已经找到合伙人了吗？找到了，就是杜小满。杜小满刚好可以给我实现的底气。他专注小微金融服务，合作100多家银行机构，实力雄厚，额度高，很靠谱。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是啊，开店资金搞定了，心里就踏实了。是的，能有杜小满这样的平台提供稳定的资金周转，太好了。杜小满就是我生意上的满分搭档。期待您的满分新店，加油！加油！总决赛2轮已经结束，目前仅剩2位候选人，他们将角逐最终的厨王。秦卓南吧，我觉得他有那股子劲，
他对本帮菜技巧各方面还是掌握得很透彻的。中国目前行业里面呢，做炉灶的女厨师长实际上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也很期待她的那个表现。他们这2个都是新厨，基本功、工作的经历、应变能力都是很强的。徐家红老师，他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徐师傅呢，他只要不离开自己熟悉的那个范围太大，表现的那个菜是会靠谱的。未来就这么一步之遥，那都是鼓足勇气，一定要拿下，不会有压迫感，也不会有紧张的感觉。那么接下来依然有请娃娃进行最终决赛轮的开题。接下来厨王争夺战开始之前，会在3个随机的选项基础上进行难度加码。现在让我们请周小燕老师为我们揭晓新增的转盘选项。中国菜的至高境界是以味为魂，但其精髓又超越味觉本身。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拼盘，它是食材的质感、色彩的层次和空间的布局，讲述一个中国饮食美学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新增的转盘是中蛇意境哦，中式意境加个中式，这个难。中国的审美呈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意境。今天出的这个主题呢，也是引领未来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中餐在呈现的时候，我们除了借鉴西式的转盘以外，我们更应该用中国的审美来表达中国菜。好的，接下来就是我和周小燕老师一起来决定大家最终的命运了。老师先来吧，你转食材。想最后一轮最好抽一个很朴实无华的食材。你在想年糕？羊肚菌也挺好吃的，萝卜啊，萝卜，豆腐嘛，年糕。我们会有荠菜炒年糕、毛蟹年糕、红豆沙年糕，甜咸都有。上海人肯定会。年糕这食材，其实在整个江南地区，它都非常流行。哎呦，那秦师占优势啊！那我来转时间。时间是60分钟。味型。年糕吃辣很爽啊，对不对？年糕甜的咸的都好吃，酸汤也好吃。我觉得什么味型都可以。辣。哎妈，年糕麻。哇，徐老师麻的年糕啊，也可以。麻。哇！哎呦，徐老师高兴，老师直接鼓掌了，给自己。川菜的大师对麻当然是驾轻就熟了，麻里肯定有优势。就是我不太能吃麻，我没有做过麻的味型的内容，那个麻的口味对我来讲也有点小的难度吧。确实是一个是食材占了强项，一个是味道占了强项哈。年糕上海菜会做，麻嘛四川菜会做，厉害了。本帮菜跟川菜，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火花出来。行，老师。这个难。其实年糕大家都会做，麻大家也能做到，那其实就是一个意境怎么样达到。中国的审美意境，敢于在创意呈现的方面表达出这种意境感出来。我觉得
金玉满盆，也有点像过年的这种感觉，容易出彩。最想抽的其实是那个叫空山台影。寒江独钓。啊，开始思考了。寒江独钓，符合我当下的生活的节奏，也符合我当下的那种心情跟心态。我想在静的那个画面里面呈现那个凄冷的美。垂钓的意境表达的是一种世外桃源，或者是一种孤独的思考。像这种菜就要留白，食物怎么样跟这个盘子里面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让这种孤独的感觉能够表达得更好。第二个，当然你还要做得很美味，食香味辛气养等综合的因素去考虑，其中艺术的呈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又要想这句意境，然后又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它做好吃，这个平衡起来其实是有很大难点。食材本味和创意调味的适配，省心又靠谱的食材是最重要的选择。这一点淘宝闪购就能很好的满足。本人食材由淘宝闪购助力提供。淘宝闪购它不仅能让大家轻松的买到新鲜好货，现在上淘宝闪购88 VIP 点外卖还能享5折红包，省心又划算。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好料理是生活的艺术，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份新鲜助力是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淘宝闪购愿每个热爱美食的人能闪出最对味的佳肴，品味生活的美好。炙热游戏百厨大战，厨王争夺战，60分钟计时开始。他做鱼。上海老菜嘛，黄鱼烧年糕，但是也不像啊，黄鱼烧年糕这样多啊，不对吧？做鱼汤吧，估计是独钓寒江嘛，鱼汤嘛，然后里面有年糕，那个 idea。钓汤啊，鱼汤去煮年糕啊。因为年糕它本来就是一个适合要烧的一个食材，然后独钓寒江雪。那个画面就是冷色雪白如玉，那我只要找到跟这个江面浑然一色的食材，用汤品来呈现。煲汤的水其实是成就一锅好汤的关键，不同的水对汤的风味影响真的很大。我尝试过很多种水来煲汤，对比下来还是农夫山泉这样的天然水效果更好。含天然矿物元素的水能激发出鱼的本味，把鱼肉中的鲜香一点点激发出来，煲出的汤味道更鲜美，层次感更丰富。有鱼汤，这个我在我心里就比较稳了，因为它很适配。先做鱼汤嘛，然后制浓了以后，我会有过筛，呈现这个鱼汤的洁白度。那边应该就是烧鱼。这边看不出来要怎么做。小粒，对，切成小粒了。四川那个叶儿粑不就是有那种椒麻的味道，很好吃。会不会像咸的叶儿粑那样？这个就有点像叶儿粑，是不是？年糕是米制品，我想到了同样是米制品的叶儿粑，裹上了一个肉馅儿。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像圆的裹上散开的，所以这个臊子就很重要。那首先是把姜蒜炒香，然后炒我们的肉末，炒肉末炒香，然后再加上豆瓣定味。再把我们的年糕的粒放进去，一起炒制，炒香。徐师傅拿了一大把葱，因为我做的是个椒麻味道，这椒麻味道里面就是要有葱叶。单纯的麻太刺激了嘛，那肯定要葱柔和一下。用花椒来跟葱非常的配，做的热菜里面一般不好驾驭。那首先是加上我们花椒，然后再把青葱放进去，一起炒。
一个川菜的大师，太知道麻怎么能体现的不冒犯又让人爽。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把鱼和年糕胜算攥在手里，一个是把麻这个要点攥在手里，两个人真的完全想不到谁会脱颖而出。高德扫街宝，扫真导航到店才算数；高德扫街宝，扫真信用评价才算数。找好吃好住好玩的就查高德扫街榜，更真更全的榜单就查高德扫街榜。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薄盐生抽，减盐味更鲜，全国销量第一。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一。但是汤里面年糕怎么变麻呢？那个麻的口味可能对我来讲也有点小的难度吧，所以意境非常重要的。它会决定于我用怎样的一个色系去呈现这一道菜品。独钓寒江雪，那个画面就是雪白如蚁。那所以我选择用绿色的藤椒和白色的鱼汤搭配，再用藤椒油用大火去顶它，让它可以迅速的乳化在我钓好的白色的鱼汤里面。选用改刀片状的年糕做热水的处理，让它进行一个胀的一个工艺。紧接着把胀好的年糕放入鱼汤，小火慢煨，让年糕充分吸收鱼汤的鲜麻味。鲜花椒鱼汤，花椒鱼汤，烧年糕，所以这个是他拿手的。他拿手的。哦。这水我做菜经常用，天然水的矿物元素能让食材本味更好的挥发出来。草莓，他又搞水果了？他肯定做2个啦，做2个菜。那啥呢？好像是裹什么汁嘛，就是裹糖啊。看一下，要做衣锦呐，衣锦是要去修饰，然后去装点、独钓，对吧？最好是要有个鱼竿这种独钓，所以就放上我们有唐拉丝的一个鱼竿的塑形搁在这儿。我觉得独钓寒江的话，首先就是要有一种色彩对撞。为了构建寒江的意境，所以我选了一个黑底的砂锅。环境的营造上要有，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种船的感觉？首先年糕把它蒸软，然后切成片子，切好的年糕片儿堆成一个船形。哦，小船。然后我们把这个哨子搁在船形里面蒸个2分钟，保证我出餐的时候是烫的。竹荪，哎呀，鲜竹荪啊！这个竹荪是要融进汤里吗？哎，它这个是网啊，独钓寒江网鱼啊，它应该是要做一幅图出来，整个意境画出来。哇哦，鲳鱼，鲳鱼的鱼肉改刀用底味调味，然后进入到蒸箱里面去蒸，然后竹荪的质感是脆嫩的，和鱼的那个口感正好是会有一个互换。完全2个风格，你看。对吧？一个汤，一个甘草。比赛时间仅剩15分钟。寒江独钓用汤品来呈现的话，一定是要有画面感的。这个年糕在这个鱼汤中，就可能像一个竹排嘛，鱼肉还有年糕进行一个叠加的一个拼配。一个垂钓之余有鱼非鱼的呈现。秦老师现在你看越做越稳。对。我觉得独钓寒江的话，一定是有水或者是用雪，当时还是比较犹豫，到底用什么来装点比较近那种感觉。
还好后来找到了，直视抱上去，像雪花一样。徐老师就比较写实派的，哦，秦老师呢，他就会比较意境一点。比赛时间还剩最后8分钟，请秦卓南准备出餐，去往评审区。实际上我的基本上做好的时候，秦卓兰已经开始按铃了。凉了不就又硬了吗？因为这个菜它的年糕如果是凉了以后就硬，那我已经装盘好了，那就必须要进行复热。放不进去啊！放不进去，放不进去啊！这可，妈呀，这盘大了，完了。结果盘子比万里蒸要大，搁不进去。完了，完了！那锅用锅蒸喽？锅蒸也不行，没那么大的锅。徐老师已经转了3圈了，有点慌了呀。哇，这个就翻车了呀！要保证它的质量，继续的进行复热。用不飞格再蒸啊！坏了，慌了，他现在真慌了。当时还是有点惊险，回过来再重新塑形的时候，实际上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时间也很紧的。徐老师有点悬了。请秦卓南准备出餐。谢谢。孤舟所依温，独钓寒江雪，这也是我想在这个菜里面体现的一个天人合一、融合的一个景象。我拿这个鱼吹了一个鱼汤，呈现这个湖面的意境。年糕就是要一叶扁舟的那种感觉，竹荪的那个衣嘛，就像一个蓑衣，就像是这个温要坐在裂面上面，垂钓之鱼有鱼非鱼。哎，太漂亮了！哇，秦老师这真精细啊！当这个汤端上来的时候，它真的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独钓寒江雪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那种乳白色的汤，真的有一种哇，寒江雪很近的这种孤独的感觉。特别是那个竹荪这个做的那个蓑衣的感觉啊，所以你的理解呢也是很好，而且也运用到你的菜品里面了。就像真正的冰面上下满了雪，有一个人宁静致远地坐在那里，专注于自己的世界里，包括它上面的花椒，就像他自己有热情融化了头上的那些冰雪，然后展现出一抹青绿，不管从视觉还是味觉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享受。谢谢。谢老师，这个稳了，冠军！鱼汤非常的好喝，很鲜，然后再来的话，鲜里面还带点麻，
有做到主题上应该去做到的。掌握那个麻味，包括有点青花椒在里头的那个淡淡的麻味呢，我觉得是和谐的，它是 balanced 的，它没有把鱼汤的鲜盖过。椒麻，我有点小失望，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可以用更好的手法去做这个麻，而不是纯粹的滴一个油。比较有小遗憾的是那个年糕的口感。这个年糕它前面做的比较早，当它那个温度不在了以后呢，它那个软糯就体现不出来了。请为第一道菜进行评分。评分结束。提示徐笑红，比赛还剩最后3分钟。这要干什么？还是要放进去？哎呀，妈呀！但他那个时间浪费挺多的哈。比赛剩余最后1分钟。请徐笑红为评委分餐。解释一下哈，这个寒窗独钓，这个是芝士，是一片雪。哇，徐老师这个确实粗了一点。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是加了这个蒸了之后呢，然后椒麻味道比较浓郁。徐老师心态有点崩了啊，就是能感觉到崩了，是吧？说话都不自信了。为什么会想到加芝士的？加芝士的话，因为它这个椒麻跟芝士还是可以比较配的，因为芝士的话它有油脂，而且有香味，它这个香味和我们的这个年糕的香味是相互赋能的。太抖了，筛糠了已经，太抖了。请徐向红介绍你的菜品。这个菜呢，我们用芝士呢铺到底，就像雪下来一样。独钓的话，做了个拉丝的鱼干象形。年糕呢，它是128的变形，而且是越叫越香，因为必须米香嘛。年糕的米质的这种香味，炒的是干料，进来就有聚焦感。花椒呢跟葱非常的配，当花椒遇到葱的时候，就是椒麻。想象不出它的味道。主要是被这个意境搞懵了，对吧？你意境最好，你味道你吃不动，你也赢不了啊。我觉得你对于椒麻这个肉碎的这个口味掌握得非常好，它绝对是这道菜里头最大的亮点。非常柔和葱和这个其他的调料，让这个麻中带香，所以它有一种焦香的感觉。大的年糕你有切成小块的，对不对？你大的有大的一种满足，小的吃肉末之后，你又吃到那个年糕的那个 QQ 的那个味道，然后也是会觉得说是一个小惊喜这样子。从您的摆盘来说，有一个小的草莓，就是一个勇敢的、执着的人，在这样一层冰面上钓起一条所有人无法企及的大鱼，既有传统又有创新。但是小遗憾就是那点芝士，它跟这个菜它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纯装饰。其实唯一的我一直在想，要是那个臊子稍微湿一点点，可以沾着年糕，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融合。请为这道菜进行打分。好紧张哦，这环节多紧张呀！它就比较现实了。我觉得有可能他会赢。
打分结束。怎么样？看了比赛的感觉，厨师们个个技艺精湛，这一轮让我感触颇深。作为江南美食之都的厨师，也应该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吧？我们常州人做菜讲究四水相融，长江的奔放，太湖的温婉，天目湖的澄澈，运河的包容，如同蟹粉豆腐煲，尽显时令之鲜的烹饪智慧。还有鸡头米炒虾仁，虽简约，却也能登文人宴席。用最鲜活的在地文化讲述最动人的中国味道，这正是我们致力于传递的美食真谛。我们继续看看结果吧。炙热游戏百厨大战的总决赛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将公布最终成绩。请大众评委代表潘玮柏、刘涛分别宣布秦卓南和徐笑红的成绩。我是享受这60分钟做菜的过程，我给了自己一个很满意的作品。主题麻，我是用油脂性的肉去做麻，那它的香气就更加足，可能比汤会好一些。这一点上我觉得没啥问题。秦卓南每位评审给的评分，梁老师给的是9.2分，邱老师给的是8.3分。徐小红老师的分数，您得到梁老师给的分数是9分，邱老师给的分数是8.5分。都蛮厉害的。哇，这个也挺激烈的。周老师给的是8.5分，潘玮柏老师给的是8.8分。周老师给的分数是8.9分，潘老师给的分数是9分，比秦卓南老师高多了一点点，这个压力大了。刘老师给的分数是9.4分，马老师给的分数是8.3分。刘老师给的是9.5分。哇！我觉得50%-50%。我估计我们悬殊不大，还有一票机会。马老师给的是8.5分。所以我们最终2位的平均分是多少呢？哇，0.05。恭喜许孝宏老师拿到百厨大战的总冠军！恭喜徐老师！好，好玩！谢谢。不遗憾，我觉得徐老师也应该要当之无愧。就是说我给了自己一个很满意的一个作品，就是说让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收官的这个节目中，可以为自己鼓个掌。可能还是有一种，就不要剪进去啊，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好，我是秦卓南，本帮菜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今天展现我们上海非遗烹饪技艺烧的一个浓油赤酱。如果大家都去做融合了，那么我们几千年传统烹饪技艺就没有谁可以去接棒，再去代代相传。
这个是腌笃腌对，这是我点的。今天是唯一一次吃到腌笃鲜这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腌笃鲜我会打很高分。你今天要怎么做呀？今天选了一个法棍，因为我一路走来好像都在做挺传统的菜品，我也想通过节目去挑战一下自己原来有的那些技艺传承的技术，让陕帮菜的烹饪技艺更加完善一点。秦州人手上功夫跟男同志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大的锅翻锅炒菜，哎呀，动作很好。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女性的厨师要上灶做菜是非常艰难的。那因为我的坚守，我的执着，我没有改变过我的初衷，因为我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行业。我战斗到了最后1分钟。有请徐向红走向属于你的冠军讲台。他能够问鼎总冠军，最大的支持他能够走到这一步的技术就是调味。他对味道的把握非常的准确。作为一个中餐呢，味道它永远是核心，是灵魂。哇！哦，崔老师，哦耶！时日名归，谢谢。姜还是老的辣。感谢，开心。好哎呀！3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了那么多场，很多人留下来了，很多人也走了。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说非常开心。点赞。哇，那火喷的比我们演唱会还多。当初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不可确定，因为很多人问我输了怎么办，我说输了不输人生，它是经历；赢了我们是收获，是成长。作为一个中餐厨师，我们一起来站在这个舞台，去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去展现我们的非遗技艺，展示我们的美好生活。在此，我深深地给你们鞠一躬。姜还是老的辣。姜还是老的辣，姜还是老的辣，让你尝尝我们四川的姜有多辣。川菜呢，它属于内陆文化，它也是开放的。我想让我们所有的在场的人能感知到我们的风味。清远鸡做宫保鸡丁没问题吧？没问题。宫保鸡丁这个汁是灵魂，徐向红大师在这道菜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看到他们吃的时候，有点点头，吃的蛮高兴的。如果我给冠军一票的话，我想给徐向红老师。目前为止，这是唯一一道让我手舞足蹈。我再给你来一遍，老师。好，谢谢高老师。哇，我也算是一个年轻的老人嘛，跟年轻人一起同台比拼的话，我也想我的厨艺更年轻。这徐老师号称化学级的教授，他们不光是老师傅，年轻人会玩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姜，我也不会奥特曼啦。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年轻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们的店名非遗之年轻，我们组合在一起，一定要创造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我从事餐饮已经有将近40年，我觉得我开店还是很内行。
小魏，小魏，哇，好，啊，胜也好，败也好，这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从场上败下来，我觉得也没有输，因为参与了，我觉得就是一种检验，同时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感谢徐小红作为总冠军的感言，在比赛当中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助力。接下来颁发李锦记了不起的中国胃全球弘扬大使荣誉。通过节目中的道道美食，让我感受到了你们对中国味的坚守和传承，感受到了中国味的魅力。正是因为你们在传承中创新，让中国味有更多的人喜欢和熟悉，所以你们获得的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味，而这也是李锦记始终坚守的初心。我们和李锦记期待与各位厨师、餐饮品牌、行业机构携手，让了不起的中国味触动世界味蕾，温暖万千心怀。有请年度5强上台。恭喜您！谢谢，谢谢。再次恭喜年度5强。节目的成功也离不开我们微博粉丝的关注。接下来有请潘玮柏老师为大家颁发最活跃 MVP 厨师奖。接下来要颁发微博与知热游戏百厨大战共同发起的特别奖项，这个奖项是微博最活跃 MVP 奖。厨房内外不变的是热爱。那截止目前呢，这位大厨呢，在节目录制及播出期间，微博的表现活跃，个人账号发博量和粉丝增长量综合排名位居第1。这位大厨分享着一方灶台上妙手生花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意义，被评为优酷综艺知热游戏百厨大战微博最活跃 MVP 厨师。恭喜我们的年度亚军秦卓南。回顾一整个赛季，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夏初到秋寒，是一帮怀着热爱的厨师们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的历练和成长。我希望你们带走的不是结果，而是你们对专业的执着，对食物的敬畏，以及那份永不言弃的初心。厨师最高的境界，我想不光是要征服别人的味蕾，还是希望能够通过食物让对方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我觉得首先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可爱的人才能在烹饪里注入自己的爱，让食客吃到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于食物热爱的传达。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烹饪，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让我们中餐的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和理解、认识我们中餐的博大精深。这从我们百厨大战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的选手都是很棒的。不管你在哪一轮被淘汰，其实你都是赢者，你来过，你都是赢者。然后我也期待的就是我们有第2季，我也希望第2季我们有更多好的选手来参加。感谢所有厨师和评委在这一个夏天给所有观众带来的快乐，也感谢所有厨师在节目里的全力以赴。我们下一季再会。好，再会，再会。今天咱们这是要做一道什么菜啊？一道有着我家乡记忆的鱼汤。汤好不好喝，秘诀就在这水。水不仅是汤的介质，也是食材风味的放大器。能真正把食材的本味激发出来的，我习惯用农夫山泉这种来自大自然的好水，含有天然矿物元素，水质清甜，用它来煲汤能纯粹的把鱼的鲜味给提出来，这样的汤底才会更鲜更纯，
层次感呢也才更丰富。确实是好水才能煲好汤，真是一道味道鲜美的鱼汤啊！11月14到16日，上百名国内顶尖名厨集体空降常州，他们当中有川菜烹饪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炙热游戏百厨大战的人气选手。11月14到16日，常州兴隆生态林，我们不见不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